嘿，大家好，我是 Ason。那今天啊，我們終於來到這個實況主挑戰周的尾聲了，就是那個 Day 9第9天。對，那其實啊，如果大家沒有忘記的話，我之前說過，在這次的一個挑戰周最後一天，根據傳統啊，我都會推出一個類似讓大家猜一下吧，就是鼓勵大家猜一下，究竟最後一個那個實況主或者是那個創作者到底是誰？對，因為上次的話就是我們的拔線惡魔、拔線專家伏羲咕嚕嘛，就是那個最後一天那個對手。那這次啊，到底會是誰啦？那我可以給一點提示，就是這個應該是大家也認識的，而且就不像是上次伏羲咕嚕一樣，就是不是一些奇怪的玩家，他是一個大家認識，應該是認識啊，然後也算是蠻有名气的玩家，而且是一個正常的玩家。對，所以的話，大家可以在留言區猜一下，到底那個最後一天第14天那個對手到底是誰？对，那這次啊，我們就來又回到打那個實況主又是誰？那其實啊，看到那個敵人，對，又是我們的葉尼服，其中一個在 YouTube 也是比較多人看的那個實況主 Reborn Gates ID。就是我們的 Dida， 對，我們的好朋友、老對手啊 Dida。那這次啊，我們又來到這個亞馬神殿這個地圖，對，就是不知為什麼，每次跟 Dida 打都是在那個亞馬神殿裡面發生，基本上啊，每一部的素材很多，差不多一半都是在這個地圖跟他打。說到我說，這個遊戲的地圖應該不是隨機，就是那個幾率不是平均的，對。那我可以猜得到，其實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那這個也是在直播裡面打的，所以我懷疑啊，就是我跟他都在直播，所以其實被外掛追擊的話，其實也不是很奇怪的事。那所以說剛才發生了剛才那個奇怪的事情，那其實啊，如果你是葉尼服的長期玩家，你基本上都對於剛才那個事件或者是剛才那個狀況不會有特別驚訝的那個神情，因為葉尼服的外掛真的非常之多。對，那這邊的話可以啊，那讓他抓到。那這邊的話好險的是，我換了這個防英雄，所以他這個光譜其實不會特別的痛。那 OK， 那這邊呢讓他那個巫毒術士，對，加這個維基泰坦的 combo 啊，打了1/10血吧，因為我換了防英雄。那其實剛才如果剛才那個 combo 啊沒有換防英雄的話，基本上我就會等於死掉，沒兩樣，因為那個 combo 其實真的非常之痛。OK， 這邊的話來到這個第2回合的中階段，那兩邊的技能其實啊已經交了一次。那基本上現在的話，剛才他那個致命性的捕捉啊，抓不死我的話，其實這局我還是有機會來那個反殺的，因為也是跟之前所說啊，這些高排名的對局啊，勝負其實也是一線之差，所以的話，你前面打得多差也好，只要你的技能開得妥當，也是有反轉機會的。OK， 來這邊來到這個第3回合，那其實這次那個影片的主題啊，我想比較着重在那個各個 meta 的時代，就是那個不同 meta 不同時代那個 meta 到底是怎麼樣。那其實啊，如果大家有一前2回合的話，他是一開始是用這個惡魔，那惡魔就是那個7、8年前那個 meta。那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話，以前惡魔是一個非常多人使用的一支英雄。對，那這個影片就可以好好的跟大家說以前那些 meta 到底是什麼，因為 Reborn Gates ID 剛好在這一回合用了不同時代那個 meta。對，那例如說剛才2回合前的那個惡魔，或者是現在這個回合的那個梅菲斯特大概是1年前的 meta 吧。1年前阿哲還沒崛起的時候，梅菲斯特就是那個阿哲的地位的一些英雄啊。OK， 所以說剛才你也看到他用了阿哲，所以說 Reborn Gates ID 就是一個比較常用 meta 的那個玩家。那這回合就可以讓他來為我們好好的介紹到底現在那個 meta 到底怎樣，讓一些沒有玩這個遊戲或者是沒有接觸過這個遊戲後期版本的小玩家可以深入的盡快的理解現在 meta 到底怎樣。對，這邊的話可以做到，那直接給他
超怂 SD。那這邊的話，他其實就應該是 bring lag 了，他想不到有什麼方法可以把我抓過來，在剛才的狀況。那可以啊，那個也是我為什麼我超怂就算打空了，我也把這個 SD 開完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實也是有一個好好保護自己的一個作用啊。我這邊呢可以，那直接把它打下去吧。那其實這邊我是比較傾向用這個 Timekeeper 衣服是比較好一點的，因為它的9尾頭已經開了。當然，可能我當時打的時候沒想到，我這邊騙到。那其實為什麼我直接用超怂打他一下？其實這很明顯了，是為了避開他的冰披風。對，那如果你已經知道對面那個敵人有冰披風啊，基本上你是要非常之小心，他那個術士衣是已經傳好。對，這邊的話可以啊。那他換了3年前的 meta， 就是我們的里奧。如果大家沒忘記的話，里奧在剛推出的時候是非常之厲害跟離譜，因為他的那個特殊攻擊可以直接把那種地板啊跪下來，就算敵人已經倒地了，你還是能強制把人从那個地板拉起來 combo， 所以的話非常之離譜跟惡心啊。对，但是如果大家知道里奧 nerf 了一次之後，就是不能從把人從那個地板直接拉起來那個 nerf 之後，里奧就少了很多人用。那但是里奧的那個主流地位還是沒有改變啊，在當時，因為還是他的空中的那個主宰力還是很強。那我記得的話，里奧是經過了幾次 nerf， 然後那個使用率才有那個大大的下降的趨勢啊。所以的話，里奧就是3年前那個非常厲害的 meta 角色。所以這次 Reborn GIC 就為我們展示了第二支3年前的那個 meta 到底是哪一支。對，我這邊呢來到第4回合的中階段，那我的技能已經交了一招，那但是我們打着也是那句要非常之小心他的綠色能量球啊。那這邊呢換回現在這個版本的 meta， 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話，阿哲是現在這個版本的 meta， 那但是他下個禮拜應該是3年後那更新後還是不是 meta 我就不知道了，因為韓服啊，就算是韓服那更新阿哲更新之後，他那個環境有什麼變化，老實說我也不知道，因為其實韓服派那個機場的人也是非常之少，就是那個很難從那些韓服的機場裡面看得出現在那個 meta 到底是怎樣。要我來說的話，我也不知道3年後到底這個遊戲會發生什麼鋪天蓋地的變化，我也不知道。哇，我所說的3年後是現在錄音的3年後啊，不是發影片3年後。那我發這個影片應該是1天後，就是明天啊就會更新了。對，那這邊的話來到第5回合啊，剛才被他抓死了，那他繼續最後一回合換里奧。嘗試打我的那個超怂，因為里奧某程度上啊，也是一隻空中壓制力蠻厲害的角色。就算他已經 nerf 了很多，例如說他的那個噴雷射的那個印子加大了很多之餘啊，還有什麼那些什麼，其實我也不知道改什麼，但我知道這個雷射肯定是 nerf 很多，但還是那句，里奧他的空中的宰制力還是有的，所以呢我們要非常之小心。對，那但是他应該是会这邊應該是會換回正常的角色了，就是換回阿哲那些。對，因為前期階段也是跟之前所說啊，這種英雄啊，只能在前期這個基本功階段一開始拿出來用這個30秒左右吧，因為到後期那個技能就回起來的時候，那種英雄的那個壓制力就會變得非常之薄弱。對，這邊呢，哎呦。可以，這邊的我按錯了，原本我應該是打算用這個 breaker 把它踢下去，但是應該是按不出來，那但是沒差。這邊的話，兩邊的技能跟血量都差不多啊，所以就不用太擔心。OK， 這邊的話，現在就來到這個誰抓到誰啊，誰就有這個輸出權力的環節了。OK， 這邊抓到，那就把它打下去吧。其實也是那句，技能基本上其實我是比較害怕對面又用什麼一些奇怪的打法來把我抓住，所以的話，我技能階段通常都打得比較小心一點。那這個也是小心的其中一環啊，就是害怕什麼？害怕他的冰披風。對，所以我直接用那超手把它打下去啊，這個比較保守的打法。那其實打到這裡啊，你看到 Reborn GIC 又開始用這個聖獸來防禦，基本上可以確定一點，就是他應該是準備打算用這個僵屍衣服把我變僵屍，就是以反手來作為這個魚饵把我引過來。对，所以的話我們也是留個心眼啊，要小心一點，別讓它變成僵屍。
对，這邊呢阿哲不錯，那把它丟下去啊，那這個血又是拉大很多起來了，那也是逼使他繼續用這僵屍衣服把它抓住啊，所以的話也是非常小心把它踢下去。OK， 那這邊的話他應該剩下一絲容錯，那我們也是小心僵屍衣服也是了去。哎，對，這邊的話可以啊。那其實剛才那個是打不中的，但是我通常如果我有留一個心眼的話，我是會有個習慣，就是只要對面一用這個僵屍衣服，我就會直接用這個九尾頭，就算打不中也會先用。那這個是我的習慣，那可能其他不是這樣，但是我的習慣起碼是這樣。對，這邊的話來到最後階段了，那這邊就等他那個 BTS 頭可以完結，那我們就可以嘗試在第一前把它抓住啊。對，那這邊的話抓到，那應該是完結了這一局。